薛洋歪着脑袋，右手的小拇指仿佛开始隐隐的疼痛。那人毫不犹豫斩断别人小拇指的样子，真是可恨呢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略清亮的少年因本该带来的好感，在李家宗主听来就是地狱的呼喊声。李家宗主轻轻舒了一口气，若真能这样死去也是好的。薛洋把支架推倒在地，李家宗主就犹如木板上的鱼肉，可惜这肉不好吃。我要开始咯，现在我是大夫，我来治病。薛洋嘴角上扬，拿出一把小刀，一刀砍在了他的小拇指上。啊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薛洋仿佛听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，嘴角愈发上扬，露出尖尖的小虎牙。这才刚开始呢，来，上药喽！薛洋把盐巴抹在了断指的地方，又将砍下的断指接了上去。伤口的盐巴不断地刺激着人的神经。李家宗主整个人一抽一抽的，不断翻着白眼，身上本没有几两的肉不断地颤动着。薛洋用舌尖舔了舔融化了一半的糖果，撕下那宗主身上的一块布料，给他两节断指固定住。叔叔，游戏才开始，要撑住呢。薛洋低头凑到那人的耳边，轻声说道。正待薛洋准备砍下第二指的时候，门被人推了进来。薛洋看了眼来人，把匕首上的血擦了一些。小矮子，你来干嘛？金光瑶整了整自己的发冠，微瞥了一眼地上的李家宗主。还没完死，比上一个玩的时间长。程美，你因虎符研究的怎样？薛洋杵着下巴，玩味地看着那笑面虎。小爷拿到手才3天，虽然不想承认。魏无羡确实是厉害，我现在一点方向都没有。薛洋说到后面还摊了摊手，示意自己现在就是做不了什么。金光瑶从兜里拿出了一些银两和一袋糖果，笑着说道：猜到程美没那么快了，你要不试试去乱葬岗边上吧，也许这里怨气不够重。薛洋闻言，忽然歪着头眨了眨眼，眼睛蹭的一下就亮了起来。小矮子，你提醒我了，怨气场才死几个人，怎么可以和乱葬岗比？我只要在那周边研究，也许就可以知道魏无羡怎么利用他了。薛洋准确无误地将桌上的糖果袋拎到了自己面前，打开袋子，只见五颜六色的糖果混杂在一起。薛洋冷着脸从中挑出黄色的糖果，并将它们扔掉了地上。小矮子，一定要给小爷记牢。我不喜欢这个颜色的糖果。那人将黄色的糖果砸向自己的脸，捂着肚子嘲笑的模样。常家好像是去夷陵的必经路，有些账该算一算了。魏无羡看着漆黑的夜色，天上的星星还一闪一闪的。马夫早已靠着树枝入睡，微微酣眠声对魏婴而言却是证明自己还存活的意义。距离自己重生已经几天了，魏婴时常在恍惚，自己真的活了吗？自己真的还配活吗？身上背负着的人命是自己怎么也还不尽的，自己该怎么办？寂静的夜晚，偶尔传来几声鸟声。魏婴问过马夫去往宜丘的路线，可以避开金聂江3家。云梦啊，那是自己以前的家，现在一切都没了。师姐走了，江叔叔、于夫人没了，江城一个人的云梦。共情温家人记忆中的江城。杀红了的杏仁眼，仿佛那些温家人都参与了云梦江氏的屠杀。可是他和江城其实都清楚的明白，这些人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江家的事，甚至还救了他2人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魏婴不懂，至少江城虐杀齐黄温氏这件事，魏婴无法劝服自己去懂，也做不了和解。其实魏婴现在回过神也能感觉到江城对自己的恨意，炼化阴虎符被围杀，好像也不是那么意外。魏婴躺在草丛里，星星还挂在夜空闪烁着，仿佛伸出手就能触摸到一般。魏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看了看安睡的马夫，本应浪得几日是几日，如今倒是伤春悲秋起来了。想太多也没用，总归这条命就不属于自己。云梦江氏，宗主，这是今日的事务。管家在递上事务之后便安静地离开了这个房间。江城看着桌子上堆满了的事务簿，心头一阵烦躁，宗主这些活阿爹根本还没教过。江城不自觉地转动指尖的紫电，仿佛阿娘就还在身边。阿成，你这么点事都做不成吗？有没有想过你爹为什么更喜欢魏无羡？因为你比不过他，他比你聪明，比你厉害。呼，江城长长呼出一口气，不就是宗主事务吗？就当学堂作业做便是。自己这身灵力在，
至少能护住江家。黑夜漫漫，屋内的烛火摇曳着，长长的身影照射在墙壁上。云梦江氏不知处的地方，也有人秘密的在交接着。账目做过了吗？公子，这是早上给江宗主的簿子，上面已有批注。那人接过递过来的簿子，修长的指尖翻了几页，轻笑了一声，以后不用再给我看了，你负责吧。是，公子。月光冰冷地照射在衣角的金星雪浪上，黑暗中的身影往里又靠了靠，直至全身不被月光照到。江父，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你得要清楚。小人惶恐，公子，我不会做出任何，不必多言，心里清楚就行。次日姑苏云深不知处，